今年双11过后，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引来了大量网友围观讨论，说的是汪某的妻子购物成瘾，不到2年消费了60多万，最后欠下了30多万的债务。不堪重负的汪某爬到天台上崩溃大哭，最终在民警的劝告下放弃轻生。尽管妻子再三承诺不会再乱消费，一定努力上班赚钱，但汪某坚持认为妻子的状态需要心理医生干预治疗。只有找到妻子这2年反复高额消费的真正原因，并理清账目，才能帮助妻子真正回归家庭。如果汪某之前对心理学略有了解的话，可能就会在妻子早期过度消费时判断出妻子可能是陷入了鸟笼效应带来的负面作用。鸟笼效应是一个著名的心理现象，又称为鸟笼逻辑，是人类难以摆脱的10大心理之一，其发现者是近代杰出的心理学家詹姆斯。鸟笼效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人们会在偶然间获得一件原本不需要的物品的基础上，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继续添加更多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假如一个人偶然获得了一只公鸟笼放在家里，那么一段时间后，他一般会为了这只笼子再买一只鸟回来养，而不会把笼子丢掉。也就是这个人反而被笼子给异化掉了，成为笼子的俘虏，这就是鸟笼效应。1907年，心理学家詹姆斯从哈佛大学退休，同时退休的还有他的好友物理学家卡尔森。一天，两人打赌，詹姆斯说：“我一定会让你不久就养上一只鸟。”卡尔森不以为然：“我不信，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养一只鸟。”没过几天，恰逢卡尔森生日，詹姆斯送上了礼物，一只精致的鸟笼。卡尔森笑了：“我只当它是一个漂亮的工艺品，你就别费劲了。”从此以后，只要有客人来访，看见书桌旁那只空荡荡的鸟笼，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问：“教授，你养的鸟什么时候死了？”卡尔森只好一次次地向客人解释：“我从来就没有养过鸟。”然而，这种回答每每换来的却是客人的困惑而有些不信任的目光。无奈之下，卡尔森教授只好买了一只鸟。詹姆斯的鸟笼效应奏效了。鸟笼效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现象，它揭示了一种规律：如果挂一个漂亮的鸟笼在房间里，过不了几天，一定会有以下的结果：要么鸟笼被扔掉，要么鸟笼里装进一只鸟，二者必居其一。与鸟笼效应相似，有一种被称为空花瓶效应的心理规律。有一次，女孩子的男朋友送了她一束美丽的鲜花，她高兴极了。为了放这束鲜花，她特意取来了一只水晶花瓶。结果为了不让这个花瓶空着，她的男朋友就必须每隔几天就给她送花。这是鸟笼效应的一种甜蜜的运用。鸟笼效应本质上也可以理解为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问题。当事先设定形式之后，在人们常规思维的基础上填充相应的内容，它至少包含了2种心理现象。其一是惯常心理，也就是说，当人们见到某种情景之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与该情景有关的主观判断。在人们的意识里，鸟笼只有养鸟之用，有鸟笼就必须要有鸟。对于卡尔森只当它是一件漂亮的工艺品这种例外的思维方式，人们一般是不予理解和接受的，于是才有了那一个个的发问，一次次的疑惑和不信任。其二是从众心理，众人的不理解和不信任有着强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作为个体的人必须沿着公众的思维线路和价值判断来行事。极具个性的卡尔森教授最后也无法忍受这种来自几乎每一位客人的好奇和困惑，而屈服于这种心理压力，输掉了这次打赌。鸟笼效应作为一种思维逻辑，让人们形成刻板守旧的思维模式。现实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种心理现象制造出了一个个变了形的鸟笼，让人们去为了他们准备着各种各样的鸟。就比如现如今流行的盲盒玩法，一个公仔手拉着迷你小火车中的拉手，而这样的拉手有很多，这个小火车就是一个鸟笼，看着空荡荡的拉手，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想买更多的公仔，好让小火车的拉手有用处。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你身边遇到过类似于鸟笼效应的情况吗？